头2天给考研的孩子整了一顿。那天正好是考研前一天晚上，我寻这得吃点好的，也不光是为了加油，主要我怕他们考完了没心思吃了，给他们做了个尖椒肉丝饼，还有个新加坡辣螃蟹。既然这盒没扔，你们买就认准这包装就行。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真假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在新加坡吃的味儿是一样的。完我寻思这晚上不得干通宵啊，做了个草莓冰点提神。完他们说哥你别整的没用的，那玩意儿提神这一块，咱说心里话，提神这玩意儿啥玩意儿有肘子提神呢？咱说。完有个南方同学说没吃过杀猪菜，我寻思这不创枪口上了吗？我给炖了满满一大锅呀，这底下还藏俩鼓棒呢。然后他们说想吃个前账菜，我炖了个牛腩腐猪煲。我天天说前账，给我现账整贼紧张。好家伙，连夜在家熬了一锅皮冻，家里火都没关就给我送来了。我说咱哥俩关系慢慢处呗，你这整还挺玻璃心。最后给他们做了个蒜苔羊排和咸蛋黄茄子，然后他们拿到寝室稍微有点凉，就上宿管阿姨那屋热了一下。据说那香味在阿姨那屋久久不能散去，整的人2点多还没睡着觉呢，起来泡上方便面。然后有同学元旦不回家，我给他们带了不少自嗨锅，正好最近拼多多6周年活动，花1块钱就能秒整箱9盒自嗨锅。这毛耳旺自热火锅贼入味，还有梅肉饭和沙牛煲饭都嘎嘎香。你们直接点我评论区链接抢就完事儿了。但我嘱咐他们千万别拿这玩意儿上学校食堂吃去啊！江湖上盛传一句话叫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呐。来吧，香香的牛竹、老肘、胀冻、猪菜、辣蟹、青饼、梅冰、台牌、黄茄、蒜骨。行了，这就跟我弟打包往学校去了。今天来的是中医药大学，我跟这几个同学约定了一下，我说如果考研成功了，等开学一定给我整2天膏药，但如果吃了我的饭，考研失败了，我只能把我弟拿出来给你们练练针灸了。我最近特别馋川菜里的那个麻辣牛肉干，但是外面卖的总觉得口味差了那么一点，所以前2天趁着养羊的时候，我研究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配方，然后今天买了4个牛后腿，打算都做出来承包一下朋友们过年聚会的小零食。正好我也想看看这纯牛肉的肉干做完合成本是多少钱一斤，但是这么多肉做起来实在太麻烦了，光切肉和焯肉我们连轴干了36个小时没合眼，那干完之后心都突突，我们都吃上速效救心丸了。不过想想也够神奇的了，这1年我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把治愈系的美食博主活生生的干成了高危行业。后来稍微缓了一下，我们就开始炸料油了，这油炸肉才香呢。然后油做的多，我还顺便炸了1盆辣椒油和1盆青花椒油。这2盆油在最后拌肉的时候，会让肉干的香味和颜色更均匀，特别是这红彤彤的辣椒油，那炸完之后全楼道都是香味。然后做这个肉干需要用到特别多的辣椒，我们甚至还提前测评了一下，结果赶上了一家变态辣的，那吃完辣的胃直疼。不过好在家里常备了新39胃泰，熬夜或者吃辣刺激胃难受的时候，有它一点都不慌。然后我研究了一下，最好吃的做法是先卤后炸，所以提前2天我就熬了一大锅卤水，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段加不同辣度的辣椒，这样可以让香辣味更丰富，但同时也会让鼻子更通畅。就那一晚上打的喷嚏都刚我一冬天打的多了，我后来差点没因为打喷嚏把腰闪了。这些肉在卤完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但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就用泡了一宿。等泡完了还需要再炸，炸完了还需要再调味。就这东西好吃是好吃，但做起来真的很麻烦。而且我之前试了一下，最后炒的时候要用猛火爆炒才能让这个香味最极致。但是这么炒家里的火根本不够硬，就临时又搭了一个饭店用的那种灶台。这灶一使上，那烟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但是下一秒屋里就瓦蓝了，门窗全开着都没有用。就后来我上个厕所，我发现那都有股油烟味，我真是服了我。然后这2天没咋正经吃饭，又有点胃疼了，这胃不舒服可不能忍，又喝了一杯新39胃泰之后算舒服多了。后来就用这灶，我跟我哥轮着炒了1天，那到晚上感觉手都回不了弯了。不过这个肉干吃着真的是特别好吃，因为它用大火炸过，所以外皮是焦脆的，但里边肉是嫩的，吃起来会有很多汁水，而且因为裹了花生和芝麻，那嚼起来越嚼越香。这回我一共做了2个味的，麻辣的是香辣咸，藤椒的是麻辣甜，都特别好吃。然后我算了一下，这玩意儿成本大概是70块钱1斤。后来我们把这些肉都分了，就这一桌子肉别看多，我敢保证出不了正月就得没。这晚上饿了开一袋，再配上一杯冰可，然后吃完了之后再嗦了嗦那手指头，你说那谁能忍住不是开第2袋啊？下大雪了，想给我奶炖只大鹅，但是活的我抓不着，死的我买不着。也就是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之中，我和大鹅都没有准备好双向奔赴。我说奶呀，不行，你考虑考虑错峰吃鹅吧。但我奶说了，下大雪的仪式感必须得有。咱奶的仪式感非常简单的，就大肘子和大包子。所以我今天包了个肘子馅的大包子。下雪我弟也很兴奋，我俩去买菜的时候，他们在雪地里跑得比大鹅还欢实，我都怕他让人抓走了。我给烤了一锅半老
包。他说我今天必须给你吃出个新吃法来。我天，那菠萝包里搁上肘子肉，再来一口大蒜瓣，那叫一个前账看了会流泪，不懵不是广东人呢。我奶今天还点了排油条、肉段烧茄子，还有这个撒烧烤料炒的肥牛。我说奶呀，这下雪你不能出去溜达去，你不消化呀。我奶说我今天教你一个道理，叫下雪天吃冰糕。我图的就是这个劲儿。这雪天做完饭也不想收拾了，往常还得擦擦油烟机和灶台啥的，多累呀！咱就直接微信小程序找京东服务家，人有专业的工程师上门，去油除垢、消毒杀菌，还能延长使用寿命。现在点链接，双薪上京东服务家，每晚8点还能抢券，11块钱就能洗一台油烟机，手速慢，活动价才139。咱说早知道这么合适，我原来都多余自己收拾。来吧，提上箱的青丝儿、钵包、肘包、酒蛋、煎饺、排羊、烤牛、虾豆、段茄、藕盒、蚝生。上我奶奶，我俩也没啥心思吃啊。我说奶，你慢慢吃吧，下雪路也滑，我俩先回去了。我家，我最近爱上了用铁锅炒菜，但是查了一下手打不粘锅的价格，便宜的不敢买，贵的还不舍得，所以在综合考虑了一番之后，我买了2块铁板，决定自己在家砸一个。然后研究了好多纪录片，看起来不太难，但是干上之后发现全是知识盲区，光点火就研究了小半天，好在晚上连线了一个铁匠，老师操着一口非常标准的山谱，给我们梳理了一下目前工具、模具、手法的问题。就他讲完之后，我们变得非常有信心，所以连夜又换个地方开始搭炉子。这一天呢，忙活了20个小时，锅一下没砸上，光他妈搬就完了。然后按纪录片里讲，铁板要烧到2000度左右才可以去杂质和定型，这就是所谓的趁热打铁。这温度别说炼铁了，炼我都够了。但是我们没买到砸锅专用的铁枕子，就只能用废轮毂简单充当一下锅型的模具。所以砸了1天之后，这锅看着跟刚出土似的。然后又联系了一下老师，但老师说现有条件也就只能这样了，剩下的只能靠冷锻了。他说完之后，我彻底破防了，因为冷锻还有一个更通俗的解释，就是拿个小锤生砸。然后砸了1宿之后，简单抛了个光，这回看着顺眼多了。接下来就是著名的36000锤了。完，我们寻思先找个地方蹭会空调，没想到变成了大型社死现场。认识我们的跟看猴似的，苦苦照相；不认识还以为我们要砸店呢。然后在那干坐着，实在太尴尬了，就随手买了几个冰激凌，结果发现意外的好吃。本来挺 emo 的，吃完马上来电了，甚至觉得抡大锤都有劲儿了。然后回砸鱼鳞纹的时候，从天亮砸到天黑，砸完感觉胳膊都没知觉了，但是就是手艺太差了，这纹路不太像鱼鳞，都有点像狗啃的。然后连夜开了个锅，又火速煎了个鸡蛋。这个锅在经历了将近10万次的捶打之后，终于不负众望的变成了一个嘎嘎粘的大粘锅。我吐了我。后来发现是开锅的问题，就耐下心来又重新开了一遍，然后没放油，打了个鸡蛋试试。这回它终于变成了一个超级不粘的不粘锅。忙活了3天3夜，一共没睡上10个小时，这锅现在比我命都金贵。然后做了一碗富含铁离子的茄卤凉面，还买了几个好吃的冰激凌。这个夏天呢，有这3样我可太满足了。那么至此呢，人生3大苦我们已经有幸体验到其中2样了。如果有一天我的 IP 定位变成了江浙一带，那大伙就消停在家等视频吧。趁现在还能喘气儿，我一定找机会体验一下撑船的乐趣。我最近发现哈尔滨也太能整活了，就现在你们看着的每一样东西单拿出来都足够我们本地人见证一辈子了。那既然尔滨你要这么搞的话，就别怪我也不老实了。我打算从今天晚上开始，在家做出1500根糖葫芦，拿到大街上去给游客们发去。时间呢，预计是1月7号下午，然后地点应该是一个路线。如果做的顺利的话，我们应该是下午2点半到3点半在音乐广场的大雪上的，然后5点到6点在防建塔张大街那儿，晚上7点到8点在索菲亚大教堂那儿。然后我到那天争取搞一个小推车出去，这样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线全程推着小车给大家发糖葫芦。所有来玩的小金豆们，你们一定记住了，只要你在7号那天在大街上看着我，就记得来找我领一根属于你们自己的冰糖葫芦。然后本地的朋友们想来玩的话，咱们还是以物换物，但是大家尽量带一些南方游客们能用得到的东西来换，这样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过程里边把大家的热情都继续传递下去。后面如果有什么最新消息，我会及时发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里边的，你们一定注意再看一下啊！我现在就得准备去备货去了，我他妈太燃了！我在这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这么燃过呀！咱们到时候见啊，朋友们。